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手上有眼睛的人是不是都很酷呢？无论是电影还是动漫，都不乏出现过这样的角色。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有点猎奇，不过往往这样的人物，他们所拥有的能力都是非常强大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讲几个神话故事。同样是手上长眼睛的人形生物，而且喜欢躲在巢穴之中，全身皮肤皱皱巴巴的，一看就不是人类。这会儿肯定有部分小伙伴猜到了，没错，这个生物就是出现在潘神的迷宫当中。虽然只是出现了短短几秒，却让观众印象深刻。然而，这个生物背后的创作灵感，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在 Pale Man 当中 ，Pale 就是苍白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称这个生物为苍白的人。在电影当中，农牧神告诫小女孩一句话：你要去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要小心，在那里沉睡的东西不是人类。确实，苍白的人想要吃掉任何一个掉进地下巢穴的孩子。这个危险且狡猾的怪物会在他的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的水果、美食和饮料。虽然女孩被告诫不能吃里面的东西，但面对美食的诱惑，小女孩还是伸出了手。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大约是1944年，正值二战，人们流离失所，只能煮树根喝汤。而这些美食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是相当的诱人的，更不要说是饿着肚子的孩子了。果然，女孩没能够忍住诱惑，偷偷地吃起了葡萄。随后，本来一动不动的怪物像是被触发了开关，长长的爪子恢复了活动。他立刻把眼球塞入了手掌当中，准备袭击女孩。然而在逃跑过程中，随行的小精灵也被怪物吞噬。最后，女孩用粉笔画了一道门，才成功逃离。当然，苍白的人在电影当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足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古老又恐怖的生物，确实一开始把我吓到了。他全身的皮肤不淡白，而且更像是超重人士减肥之后出现了严重松弛的情况，看上去下垂了不少。据说这是源自于导演的亲身经历。之前他也疯狂的减肥，虽然瘦了很多，但皮肤严重松弛，都瘦脱相了。不管怎么说，苍白的人都表示了以无助者为食的邪恶力量。而同样的，与他非常相似的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怪物，那就是瘦长人 Slender Man。据说他最早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苍白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外表相似，而且偏爱儿童。这一理论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瘦长人会积极的攻击受害者，就类似于苍白的人会活活吃掉受害者一样。那关于苍白的人的原型，各位一定不知道。在日本神话传说当中，有一个妖怪流传了几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特诺姆，在日文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手里的眼睛的意思。据说特诺姆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眼睛，他看上去年纪很大，经常在夜间徘徊于开阔的田野与墓地当中。他需要寻找新鲜的人类尸体，啃食骨骼。所以相传在日本，如果你半夜行走在田野间，遇到了一名年长的盲人，千万不要靠近，赶紧逃走，因为那只有可能是特诺姆。传说曾经在京都，有一个男孩为了测试自己的胆量，于是在晚上走进了墓地。黑暗之中，他发现了有一位老人向自己走来。男孩故作镇定，等对方走近了，才发现这个老人没有眼睛，手掌心却长出了眼珠子。男孩吓得不轻，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寺庙，请求住持的庇佑。住持心生怜悯，于是把他藏在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还盖上了盖子。不一会儿，特诺姆就追了过来。男孩清楚地听到嗅探声越来越近，好像就在自己的箱子外面。紧接着，住持听到了一声类似于狗啃骨头的声音，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片刻之后，诡异的声音消失了。住持打开了箱子，想叫男孩出来，但是里面却只剩下了一身皮肤，骨头则早已被啃光了。关于特诺姆的真面目，有人说他可能是在田野里面被抢劫的冤魂，也有可能是被杀害的盲人的鬼魂。这可以追溯到日本的一个民间故事。曾经有个盲人半路遭遇了抢劫和袭击，当时没有人帮助他，只能独自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这个盲人用尽了力气，大声喊道：我要是能够看清楚坏蛋的脸该有多好啊！如果我有一双能用的眼睛，哪怕是在我的手掌上也不会。最后，这位盲人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这份怨念使他重生为了一个妖怪，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个眼睛长在手掌上的妖怪。而妖怪的长相是不是就是苍白的人的雏形呢？除了日本神话之外，苍白的人还深受了一幅恐怖油画的影响，那就是农神吞噬其子。作者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画家弗朗西斯科。这幅画可以说是令人毛骨悚然，他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农神残忍地吃掉了他的一个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说画作上的人物与苍白的人非常接近，
是因为虽然他们的脸部完全不同，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有不少的共同点的，比如年纪苍老、体型消瘦、皮肤苍白、四肢修长等等特征。虽然这幅画背后的故事更是冷酷无情，原来是预言说农神会有一个孩子推翻他的统治，心有余悸的他于是决定在孩子出生后就吞噬他们。我们仔细来看看图画上的人，他的手指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背部，眼神里面的疯狂不言而喻。他睁大了眼睛凝视着远方，除了对权力的渴望之外，也流露出了恐惧。他的精神已经到了癫狂的状态，所以这幅画与苍白的人不仅外观上类似，就连背后的故事也同样让人起鸡皮疙瘩。其实这些令人痛苦的黑暗主题离不开弗朗西斯科的个人经历。他当时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动荡时期，恐怖的经历使他日夜都担惊受怕，再加上自己疾病的不适，听力受损，弗朗西斯科的余生是很悲惨的，所以他的作品会变得越来越黑暗。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手心里长出眼睛的怪物并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肤浅？最让我有感触的还是那幅油画，据说弗朗西斯科还把这幅画挂在自己家的餐厅墙上，狠人一个。那么到底是经历了多么痛苦的生活，才能创作出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画作呢？不了解背后故事的小伙伴，可能第一感觉会觉得恐惧、阴间，但是创作的时候，我想弗朗西斯科的内心肯定非常的挣扎与痛苦了。那么本期视评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讲了手心长眼睛的怪物，你们觉得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哪一部分比较多呢？是特诺姆还是恐怖的油画？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有小伙伴对开头的那个电影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电影名为《潘神的迷宫》，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那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